逛一圈之后，然后我们再看看上不上香吧。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一个神，他干啥的？对。说他希望父母健康，一切顺利，没啥可求的感觉。就身体健康就行了，我觉得。真的就是身体健康才是万物的本源。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一个小组的人准备去爬山，然后山上刚好有一个寺庙嘛，然后就去拜。然后后来他们都考上了自己想去的学校，然后他们去还愿了。我们倒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我们是整一个年级一起去。对，我们叫什么？叫拉练。对，我们是叫拉练，整个年级浩浩荡荡，还需要跟当地的政府报备，然后让当地政府到时候派警察，然后去管理那个，因为它有一段是要经过那个街嘛，我们往那边走吧。有一段是需要经过那个街道啊，就是那种马路啊，然后就是要准备到的时候，就有交警在那里去管理这个秩序，然后让学生就是顺利过去，我们就排好队，长长的一条队，整个年级高三的，然后就那个鹦鹉，这是什么字？好字吗？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呀？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鹦鹉，这个注，这是寺庙，应该是从右往左读，对吧？应该是鹦鹉。这个注吗？这是不是多少岁啊？这是多少啊？我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买一台相机，然后我就把我的佳能700D递给他玩了，然后他今天已经玩一下午了，说一下你家的感受吧。我
觉得吧，还是得自己上手尝试一下。对，永远不尝试，永远不知道新鲜的事物这么好玩。对，这个是变焦。然后我们还有这种袋子，我发现今天这个20块钱是还蛮值得的，因为比我想象的要好看。所以说它的这个景点也没有让我特别的惊讶。可是就是它可能是这个天气的加持，因为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趟下来就真的还蛮值的。特别是这种红墙，这种红墙就给了我一种那种京城的气息，对不对？有一种那种身处那种不光深处，对，那种聚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20块钱花的还蛮值的。然后，但就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如果说像今天这种天气，一般都是特别好嘛。然后天气好就意味着，如果说你要拍东西，那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因为会很晒。然后就真的特别晒，可是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地方，你随便一个角落都很好看，随便一个角落都很好看。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转的差不多，但它很小，它确实很小。我们接下来就应该是去找一点东西吃，喝点东西，因为我蛮渴了。今天这一支视频是用来测试这一款机子的，因为我是在2月份的时候，2月底的时候，然后买这一台 iPhone XS Max 嘛，然后它还是2手的。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说过，说我会出一期测评。那今天这一支视频其实主要也是说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拍照的性能。我们现在是在户外，然后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天气好的时候，它拍出来的片子是这个样子。包括我现在正在录的这一段像，其实是用这个手机的前置镜头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手的这个距离大概就是这么远，然后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这样的。当然，因为我脸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我的脸，我脸比较大，所以我需要离远一点。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然后我今天因为这一部手机呢，它是用来做备用机嘛。备用机的话呢，我是没有把卡插在里面的。这一部手机整一个就是处于一种离线的状态，然后我还开了飞行模式，然后又把 WiFi 给关了，就是相当于，然后还开了节电模式。从今天出来的那个时候，它是96%的电，然后用到现在是66%。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电量，对于一台2手的手机来说，其实已经蛮好了。我个人是觉得蛮好。那接下来就是我去给大家拍一些室内的一些片段，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部手机怎么样。现在是2023年，然后这部手机应该是好几年前出的了吧，现在都出到14了，再往前推4年或者说3年。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想要买这一部手机作为备用机嘛，那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反馈。而且就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就是我这一台手机呢，它是2手的。它是我在淘宝买的2手的，然后它是95新，然后它的新度呢，在我的那一支开箱视频里面呢，其实有给大家展示过了。那现在大家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性能，这个效果吧。然后我们现在要转战到别的地方去了。看这个花是这个颜色的，好神奇哦！我这是第一次看见这个颜色的花蕊还是花心呀？花蕊，哇，你看这个角度啊，你看 ，wow, so beautiful。你看，
哇哦，amazing！ 我以为你已经拍完了。不，其实我想拍你刚转过头的那一瞬间。哦，拍到了吗？那我再转一次。可是我很丑吧？
这部手机就是我的 iPhone X Max。这个机身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圆滑的，它就像是一块鹅卵石，它在握持起来其实是非常舒服的。音量键它的这个键位就比较尴尬，因为我的手是比较大的，然后握持的时候我是习惯性的这样子握，我的手会放在这个地方，一不小心就误触，包括这里其实也是，这是不好的一个点。相对起我的这一部 iPhone 12，iPhone 12呢，它是这种方方正正的一个造型嘛，它的握持感受是没有这一部手机那么好的。但是 iPhone 12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这个键位啊是开的比较合适啊。我在握这个时候，我是习惯性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大拇指正好放在这儿，我的这几个手指是放在它的音量键的下面。这部手机的话，它就比较大，我不可能像这部手机一样往下拿，这部手机的话，我就要比较往上一点拿。你看，我一习惯性一拿起来就正好摸到这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地方。那它的整体手感来说，其实是要比这个12这种外观要舒服的。在这一期视频里面，我只讲到了相机方面的表现，除此之外，其他我都没有讲。比如说它的软件运行的速度呀，还有它的这个电池啊，还有其他方面我都没有讲。因为我这部手机它本来就是二手的，它虽说跟我说这个电池是原装的，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呢？在视频里面讲到的那个电池电量，就是当下的一个情况，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就可以了。它的性能表现如何？就我自己的个人使用而言，除非说你是一次4、5个软件同时切换，它才能够感觉得出来。对于苹果的产品来说，只要你是近几年发布的产品，在性能表现上面，你的体验呢，其实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新一点的机子那肯定会更快，老一点的机子那肯定是会慢的，这是肯定的。就我自己的日常使用而言，这两部手机，这是 iPhone 12，这是 iPhone X Max， 它们两个的表现其实是差不多的。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用微信的话，你不管用什么手机，你即使 iPhone 14，那也会卡。我在这里说一句可能不负责任，但是很现实的话，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设备卡了，你把微信卸载掉，那肯定会变得流畅，肯定会变得流畅。我话就放这儿了。张杰一在视频里面，他的表现其实是很不错的，他表现如此之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防抖确实很好。第一章节的时候，我不是有跑动的一些画面吗？包括上下楼梯，对吧？画面其实还是比较平稳的，我就拿着这部手机这样子就开始动。但是它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呢 iPhone X Max 它有2个摄像头，一个是广角摄像头，一个是长焦镜头，所以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本来是一个比较宽广的画面，突然蹭的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比较近的画面，那这一个就是因为我切换了那个长焦镜头这样子出来的一个效果。它在白天的表现其实是很不错的，到了晚上那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天与地的差别，它的夜拍表现真的非常的差。大家看到那些照片，感觉有的照片好像是没有对焦上，对不对？并不是没有对焦上，它就是单纯的糊，它的涂抹感非常的严重，所以到了晚上很难拿它来拍照片，它的对焦会变得很飘，而且拍出来的照片质量真的很差。晚上拍视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第一章节的时候其实是有夜间视频展示的，对吧？那也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它拍出来什么样，那它就是什么样。但是到了照片部分，那是我拍了好多，然后才选出来的那几张。第3点我要说的是它的录音功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部手机的问题，看第一章节的时候，视频里面那个音频也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的，大家戴耳机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出来，它的收音其实有一点奇怪，它的麦克风估计都集中在这里，除了这里没有别的麦克风。我是这么拿，手呢就刚好这样子捂住了它，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导致它这个收音一会儿是在这边耳朵，一会儿呢它又转到了这边耳朵。我就想给大家补充这么多了。就这部手机它的整体表现来说，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与我这一部12其实是不相上下的。我觉得它作为备用机，那它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好的我一点都不后悔买了它，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用。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我在使用时候发现的一个小东西吧，那就是它这个音响很大，它这个声音要比我的12大很多，甚至有的时候来消息了什么，这部手机噔的一下都可以把我吓到跳起来那种。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一定要帮我点一个赞，大家支持真的就是我做视频动力。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的视频没人看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这样子做到底为了什么呢，对吧？这来去视频都是你一个人看，所以大家的支持真的对我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哪怕只是一句很暖心的话，都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这么做是值得的。祝大家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